Hello， 大家好，我是俄麦美学的 Lydia 老师。今天的这节课为大家分享一下美甲沙龙和个人工作室打磨头规范的清洁、消毒与收纳标准。市场上呢有很多清洁工具，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会为大家一一讲解它们的使用方法和使用环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选择。金刚丝清洁刷、金刚丝清洁头、尼龙清洁头、超声波清洗机、小酒精杯、酒精消毒盒、紫外线消毒盒，这几种呢是我们常用的清洁工具，这两种呢是我们常用的消毒工具。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清洁类的工具，这两种从材质上来讲是一类的，它们都是金刚丝的材质，主要是针对胶类的清洁。例如说你在实操卸甲或者是卸钻的过程中，卸甲头塞胶了，我们可以在不更换打磨头的情况下，用金刚丝清洁刷去扫出胶体。例如说是这样的，像我们现在是开机状态，你在卸甲的时候塞胶了，那么大概在10000转左右，我们直接在金刚丝刷的这一面轻轻的去刮蹭它，它上面的胶就可以掉了。看，它就掉了。或者你也可以在关机的状态下，例如上面塞胶塞的比较明显或者比较牢你可以去抵住，用你的手指抵住你的打磨头，然后这样去刮蹭它，把上面的胶给刮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可以把打磨头悬空这样去刮它，那么这个刮蹭的力就会使我们的打磨头产生偏心力，造成机芯内部的这个损害。所以这一步大家需要注意，我们去清洁打磨头的时候，用手指抵住打磨头再去清洁它。当然，如果你在卸甲当中出现了塞胶，也可以把这个金刚丝的清洁刷粘在我们的打磨机或者是我们的吸尘器上面需要的时候进行这样的刮蹭，它也是非常方便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你延长过后需要用到卸甲头，请先把甲面的浮胶擦干净，不然你的打磨头塞胶就会很难清除。像这样子的打磨头上面的塞胶就会非常难清除，必须用酒精浸泡之后才能清除顽固的残胶。因此修行之前擦浮胶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动作。前面呢是在实操过程中快速清理当下使用的单颗打磨头的操作方式，那么遇到批量清洁打磨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清洁打磨头。这边来分析一下它们的使用区别，像我手上的这两只，从材质上讲，这边的这个是金刚丝的，它的硬度会比较高，是用来清洁卸甲头的。清洁的方式呢是顺着卸甲头的纹理进行清洁，需要注意的是清洁时候转速不要太高，大概在15000转左右，太高转速的话就会有偏心力，损伤机芯。如果你有一个淘汰下来的打磨机，用这台打磨机专门安装清洁类的打磨头就是再好不过的。最重要的是清洁的时候是顺着纹理清洁的，不然你的金刚丝清洁头在高转速下迎着卸甲头的刀刃去转，就会被卸甲头快速磨短。它的清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损耗的过程，所以清洁打磨头本身它就是一个消耗品。你不要去问这个打磨头能用多久，如果你使用不当的话，就会像这张照片一样，它几次就会泄顶了，是肉眼可见非常快的损耗了。不单是清洁头的损耗，就是迎着刀刃去清洁的情况下，还会对卸甲头本身造成损伤，就是你慢慢的就会觉得它不够锋利了。像我手上这两只打磨头，左边的这个叫做竖纹平直齿，右边的这个是斜纹交叉齿，那么它上面都有灰尘，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清洁。转速呢，我们用在15000转左右，不要太高，太高的话会产生离心力。我们在这清洁的时候，按照它的纹理去清洁它是竖向的，我们就按照竖向的去清洁，看边上它就清洁掉了。清洁打磨头的受力点在它的裙边的位置，在它的边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裙边在裙边的位置，你看到了吗？在这儿所以我们清洁的时候，只要用它的裙边顺着我们的打磨头去清洁就可以了。像这样，它的灰尘就被清洁掉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进行消毒就可以了。斜纹交叉齿，我们来去清洁一下，按照它的纹路去清洁。它的纹路是这样去走的，从这里走到这里所以我们的清洁方式也是按照它的纹路去清洁。看，现在是因为在给大家演示，那我们真正实操的时候去清洁是这样去清洁就可以了，很快速的清洁它但是各位同学会看到它的肩部，看到它的肩部的位置，这里会有胶，看我这两只都是胶，就是在卸甲的时候浮胶没有擦掉会产生的这种胶的包裹，那你直接用清洁头去清洁是清洁不掉的，它非常牢固，所以我们需要用95度的酒精去浸泡之后再去清洁。
如果你是这种顽固型的塞胶和很久没有用过的这种打磨头，无论是机器还是手工清洁，都是需要用95度的酒精浸泡5分钟之后再去清洁，就会事半功倍。如果不浸泡的话，直接清洁就像是裹了一层包浆一样，我们的毛刷和机器的震荡是进不到里面去的，就是无法完全清洁干净。浸泡是为了软化与分解打磨头表面的残胶和皮屑油脂，泡软了之后呢，我们去清洁的时候就能非常轻松的清理干净。特别是像我手上这种很久没有清理过的都快要发霉的打磨头，我们浸泡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这个方法是可以有效的避免清洁打磨头和打磨头双方的损耗。那么为什么建议大家用95度酒精浸泡呢？因为95度酒精含量较高，它去油去胶的能力会比75度酒精效果要好。如果身边只有75度酒精也不是不可以用，就是建议浸泡的时间稍微加长一点。这个是95度的酒精，我们再去倒的时候，顺着它的导流管下去，就不会倒出去，洒在边上。倒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去残胶的打磨头和这种顽固性污渍的，我们就直接把它的头浸没在里面酒精里面就可以了。等待10分钟。那么95酒精浸泡10分钟之后，我们把这个打磨头拿出来去清洁一下。来，我们稍微去看一下它的状态。95酒精浸泡完了之后，上面它已经变软了。我们现在用棉片或者是厨房纸都可以去把它上面的酒精给稍微吸一下。那么这里我跟大家再讲一个保护我们打磨机的知识点。那么最近打磨机维修频率非常高，那么大家多数90%的维修状态全部都是因为机芯进水生锈。建议大家在做前置处理的时候，不要去开机去蘸水操作前置处理，因为你开机打磨头旋转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回旋吸这个水到我们的机芯里面去，造成生锈。而且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造成你的维修成本增加。所以各位同学建议各位不要开机蘸水这个动作不要去操作。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清洁一下上面的这个胶。95度酒精浸泡了之后，这个残胶就变软了。我们现在开机去清洁它一下。看，它就很快就容易掉了。我们一边转动一边去清洁，看，这样的话就能清洁掉了。前面说的是细甲头的清洁，那么磨砂类的打磨头可以用双面的这种果冻胶去进行粘附，它的粘力会比平时我们的那个软糖胶效果会更好很多。直接按压在我们这个胶上面产生的这个压力，就可以把上面的脏东西给粘下来。这个对于金刚砂类的打磨头是非常友好的一种这个清洁方式，但是清洁完了之后，它上面还是需要进行消毒的。那么手工一个一个的去清洁，相对来说比较费劲，我们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进行集体的清洁。这里需要总结一下，金刚丝类的清洁工具不适合金刚砂类的打磨头的清洁，会把金属粉蹭在打磨头上面，造成不美观，也不一定能够清洁到位，比较适合卸甲头的清洁。那么有没有更快更高效的清洗工具的方式呢？当然有了，机器是可以代替手工的，快速批量清洁的话，用超声波清洗就好了。对于打磨头使用的超声波清洗仪的选择，建议选择功率大一些的，不要选择功率太小的，几乎没有作用。像市场上有这种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就是我也买来测试了，就是它主要是对于生活类产品的清洁，它最大功率呢是只有18瓦，而我们的打磨头呢是属于5金类的医疗器械、精密仪器的归类，就是特别是磨砂头缝隙当中的这个污渍，用18瓦是达不到清洁力度的。最好是选择70瓦的超声波清洗仪。那么这两台的机器它的区别在于，生活类的清洗仪它是18瓦的振片，而医疗器械的清洗仪它是70瓦的工业振头，振动的频次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清洁力度也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么溶剂呢，我们只用这个清水加一点点皂液或者说是洗洁精都可以。那么我们以前也提到过霉净溶解，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型美甲店来讲的话，清水加碱性的清洁液就可以达到去油去渍的作用。接下来我们用这两台机器给大家测试一下它们的清洁能力，70瓦和18瓦的清洁能力分别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小篮子，是用来装工具的我们把它放进去。我手上呢有一盒这么几年来用过的打磨头的一些废弃的和一些样品或者是不需要的东西，里面也有一些用过没有清洁的打磨头。那么我们分开2波，把它放在两边的水里面去。现在是属于一个盲放的，我也不知道它们谁更干净谁不干净像这个是没有篮子的，那你放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平均一点好。然后我们分别在两边加入1小滴的洗洁精，一点点就好了。好，盖上盖子，然后我们来启动它。好的，我们来打开开关，然后这个是时间，然后这个是重置，就是模式觉得不是很适合的话，那你就按重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它的排气模式，就是它会10秒钟暂停去排气，然后10秒又开启。这个呢一般我们都不需要用，我们只要考虑上面的这个按键就可以了。
超声波清洗机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换能器将功率超声平原的声能转换成机械动能。因为受到超声波的影响，会使槽内的液体中的微气泡能够在声波的作用下保持振动，破坏污物与清洗件的表面吸附，引起污物层的疲劳破坏，从而被剥离，从而达到深层清洁的作用。这个就是它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气泡附着在打磨头的表面，通过声波的振动达到深层的清洁。那这个打磨头随着水流，它还在不停地转动，这个就是70瓦超声波的工作状态。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有这个烟雾一样的感觉，那么它就是这个脏东西被洗出来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8瓦的工作状态，它只能看到这个页面的震动，但是气泡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绵密和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去用打磨头清洁的时候，是用这个70瓦的，效果会更好、更明显一些。清洁完成之后，我们要进行消毒工作。消毒分为3种，一种是酒精75度酒精浸泡消毒20分钟，一种呢是紫外线灯照射消毒20分钟，还有一种就是医疗级别的消毒。对于医疗级别的消毒，耗资会比较大，我们小型的美甲店选择前面2种就可以了。酒精浸泡消毒针对的是1克1消毒的当下消毒，就是你只有1套打磨头的情况下，我们要达到1克1消毒的标准，就要用75的酒精浸泡消毒。这个呢是一个酒精的消毒盒，将打磨头直接放入进去，75酒精没过我们的打磨头，浸泡20分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来消毒收纳盒，这个也是75的酒精，我们把酒精喷在棉片上，直接对我们的收纳盒从里到外进行消毒。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收纳盒的话，还要浸泡式进行消毒。1个星期，基本上是我们1个星期进行1次浸泡的完全消毒。那么平时的话，只要进行擦拭消毒即可。打磨头消毒完成后，用医用纱布将酒精吸干，放入到消毒好的收纳盒当中，待用即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消毒收纳？因为即便你的打磨头消毒完全，收纳盒不是消毒状态的话，前面的消毒工作就白做了。我们给顾客使用的时候，打磨头工具必须是消毒状态，不然前面的消毒完成以后，非消毒环境的放置会对打磨头造成2次污染。但是如果用的是紫外线消毒盒，清洁完成之后，厨房纸巾吸干水分，直接放入紫外线灯内照射20分钟以上即可。那么这个紫外线消毒盒它就一并完成了消毒和收纳的过程，也不需要再对盒子进行消毒了，因为它本身紫外线就是消毒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它也是防尘的。抽屉式的抽拉，我们随取随用也很方便。关于消毒的3个知识点，这边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为什么要吸干而不是让它自然风干？因为有一些打磨头材质它不是304不锈钢的，像这样子的，像大师版的系列，它的胚全部都是304不锈钢，所以它不会生锈那么你们手上的未必它都是304不锈钢，它有可能是其他材质。那么如果让它自然风干的话，有可能会生锈。这里跟大家插入一个不锈钢的知识，不锈钢的种类有非常多，比方我们比较常见的有304、316L、316或者是402。那么其中402它有人也叫它不锈钢，但事实上它其实是不锈铁，但是卖家也说它是不锈钢。其实它们中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因为402当中的镍元素含量比304不锈钢当中的含量低很多，所以耐腐蚀性和耐锈的能力就不如304，再加上镍成本价格就比较高，这就是为什么304不锈钢的打磨头价格会比较贵一些的原因。另外，紫外线的消毒盒的放置条件是必须没有水分的干燥状态，它才能达到完全的消毒目的。
第二，如果你用的是酒精消毒，那么在收纳前吸干打磨头水分的材料，它要用到医用纱布吸干。医用纱布它是消毒纱布，不然放入收纳盒的过程就会被二次污染。第三，为什么消毒的酒精需要用75度而不能用95度的代替呢？75度酒精和95度酒精运用在美甲当中，哪个是消毒的，哪个是清洁的呢？还记得2年前国内疫情爆发，电视上、手机里、居委会都告诉我们家里要准备75度酒精消毒。那么具体为什么呢？95度的酒精含量更高，为什么不用它呢？我们先说一下酒精的特性：一，它能使细胞脱水；二，它可以使蛋白质变性；三，可以溶解磷脂膜。那么75度酒精能够消毒的原理是，它能溶解病毒外部磷脂膜的包膜，快速进入内部消灭核酸，最后使外部的蛋白质变性。因为病毒的外部是一层蛋白质的包膜，当蛋白质遇到酒精后就会产生变性，就是会形成一个致密的膜。那么95度酒精由于浓度过高，功能变强的同时，使得蛋白质变性的速度更快，从而形成致密阻碍，阻碍了酒精继续向内部行进。酒精没有来得及进去，其有效成分就被隔离在外面，不能有效的杀死病毒和细菌。而75度酒精刚好可以溶解外部磷脂膜的同时，快速进入内部消灭核酸，杀死病毒。因此我们在消毒的时候用的是75度酒精，而在清洁的时候用的是95度的酒精。建议大家2种酒精都去备用，那么牢记是95度是用来清洁和分解胶类的，那么75度呢是用来消毒的。最后，如果你店里比较忙，最便捷和快速的清洁、消毒、收纳的方式就是95度酒精分解残胶，然后超声波清洁，厨房纸吸干水分，最后放入紫外线消毒盒消毒存放即可。以上呢就是我们美甲店对打磨头工具的清洁、消毒、收纳的标准流程，希望大家能够把消毒环节做好，为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努力，对顾客负责。好了，那么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边了。如果你美甲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到技术群里找我。我是有点老烟嗓的 Lydia， 带你了解俄式前处理。好的，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使用超声波清洗仪的注意事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盖子上它有雾气，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超声波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它会产生热能，所以说里面它会有一些蒸汽出来。那么有热就注意了，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里面的溶剂是不可以放酒精的，因为放酒精加上热的话可能会产生明火，所以这是安全防范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里有一个水位线 MAX， 看到那个横杠了吗？就是不可以超过这里水位线。那么一般我们去清洁的时候，水位线只要放在它的标准水位线的中间1/2或者是2/3的位置就可以了。